今天我们来聊个邪门的大墓，墓主是朱元璋的亲儿子，可他的墓却怪事连连，盗墓贼用炸药狂轰9次，竟没拿走一件宝贝。墓里一边是价值连城的绝世国宝，一对元青花梅瓶，价值超过6亿人民币，一边却是粗制滥造的豆腐渣工程和匆忙留下的神秘线索。更瘆人的是，墓中除了合葬的王妃，还躺着6具年轻少女尸骨。这墓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尊贵的王爷，为何身后会留下如此多的谜团与是非？今天眼见古今带你层层剥茧，走进这座沉睡了600年的明代王爷墓，揭开这座被誉为9命王陵的真相。湖北钟祥这个地方可不简单，历史上先后有6个帝王在这里封王，所以有帝王之乡的美誉。此地在明朝前期被称为安陆州，朱元璋自己都说过，安陆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因此他把自己的亲儿子分封于此，足见其重视。后来明世宗嘉靖皇帝还专门给这里赐名钟祥，取祥瑞中具的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埋葬着朱元璋的这位皇子颖靖王。说起这座墓被盗和被发现的经历，那简直堪比《盗墓笔记》一般惊心动魄。从1999年开始，各路盗墓贼就盯上了这里。你想想，朱元璋儿子的墓，那里面得有多少宝贝？但是这些盗墓贼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连续栽了9次跟头。因为当地村民的警觉性特别高，每次发现有人在墓区活动，都会立即报告政府。正是因为这些守墓人的尽职尽责，才保住了这座珍贵的古墓。但是连续的盗掘活动已经对墓室造成了严重破坏，墓内的文物保存环境岌岌可危。于是2005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终于下定决心，与其让盗墓贼继续折腾，不如进行抢救性发掘。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考古行动正式开始。考古队很快就进驻到现场。从外观看，这座墓的封土堆成椭圆形，高8米，东西长46米，南北宽35米，规模相当宏大。按照史料记载，这座墓当年的地面建筑那叫一个壮观，有享殿7间，东西厢房10间，还有神厨、宰生房、鼓楼、碑亭等等，红墙围绕127丈。可惜在1937年被侵华日军破坏，地面建筑全毁了。然而考古发掘可不是拿着铲子挖土那么简单，专家们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墓道的夯土层异常坚固。这些土经过了层层夯打，又掺杂了大量碎石，简直比水泥还硬。原计划1周就能清理完的墓道，硬是花了考古队2周时间才搞定。当他们好不容易清理到墓道尽头时，更头疼的事情来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预想中的木门，而是一堵奇特的短墙。这堵墙砌得歪歪扭扭，用的都是些残砖碎石，看起来十分粗糙。最奇怪的是，墙壁上竟然还镶嵌着墓主人的墓志铭，这在考古界是极为罕见的做法。一般来说，墓志铭要么放在墓室里，要么埋在墓道中，哪有直接当墙砖用的道理呢？而且一个堂堂亲王的陵墓，怎么会用这种豆腐渣工程来封门？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考古队百思不得其解。根据之前发掘梁庄王墓的经验，考古队知道墓志铭上的朱砂文字暴露在空气中容易氧化，于是他们没有在现场打开，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整体拆下，直接运回了研究所进行保护和研究。拆掉这堵墓志铭墙后，3块巨大的封门石赫然出现在眼前，2块方形的在下，1块巨大的长条形压在上面。工作人员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3块巨石移开，露出了地宫真正的券门和封门墙。经过1个多月的清理后，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考古人员开始拆除最后的封门墙。当第1块封门砖被撬开时，一个诡异的现象发生了，一股浓烈的白色不明气体夹杂着些许异味，
从门缝里猛地喷涌而出，在灯光下显得神秘莫测。现场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木渎？考古队长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并通过门缝往里观察。透过浓重的白雾，可以看到墓室里黑洞洞的，神秘的让人心跳加速。这些白色气体持续涌出了好几个小时，才逐渐消散。后来经过检测，这些神秘白雾其实就是水蒸气。由于墓室内外存在温度差，当外界空气突然进入密闭了600多年的墓室时，就产生了这种现象。虽然解释很科学，但当时的场面确实够吓人的。虚惊一场后，考古人员继续工作，终于2扇朱红色的大石门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就是通往那个尘封了600年世界的入口。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锁，但2扇石门之间却留有大约10厘米的缝隙。考古队员灵机一动，将微型摄像头从门缝里伸了进去，对墓室内部进行了初步探查。确认门后没有障碍物后，他们轻轻一推，其中一扇石门便在一阵沉闷的声响中缓缓打开了。一个黑暗、空旷、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地下世界，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然而，当考古队员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其中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心凉了半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耗费如此心力打开的，只是一座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陵墓吗？那传说中的奇珍异宝又在何方？别急，真正的好戏往往需要一点耐心。影靖王的地宫呈亚字形，由前室、中室、后室和2个侧面的耳室组成，总面积超过90平方米，在明代藩王墓中算是相当宏大的。但当考古队员们踏入前室的那一刻，心情是有些复杂的。墓室非常宽敞，面积将近20平米，但里面却空空如也，地面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东边的地面上留下了数百个排列整齐的椭圆形小坑。这是干什么用的？难道这里已经被盗了？就在大家疑惑之际，领队在一个小坑里发现了一丝木俑的残痕。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小坑都是用来摆放木质仪仗俑的。可是为什么木俑会腐朽得如此彻底，连渣都不剩呢？答案很快在墙壁上找到了。墙上有多条清晰的沁水线，最高的一条距离地面足有 1.7 米。这说明这座看似干燥的墓室在过去的600年里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大水淹没过，最深时积水达2米。正是这些积水让那些木俑化为了尘土。中室相对狭长，宽2米，深3.8米，主要起通道作用。在前室到中室的甬道上，考古队发现了一把铁锁和一道门槛的痕迹，说明这里曾经有一道木门起到屏风的作用。古人讲究是死如是生，死后的阴宅要和生前的阳宅格局相同。中室的地面上有6个大箱子的印痕，从形状推测，这些应该是装衣物或字画的大箱子。可惜因为进水，箱子和里面的东西都腐烂殆尽了。难道这个王爷墓什么都没有留下吗？当考古队员们走进东西耳室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这里不再是空荡荡的，地面上散落着大量棺木腐朽的构件，碎片板结在一起，很难分辨。经过仔细清理，左耳室3口，右耳室3口，棺木的头部都谦卑地朝着主墓室的方向，仿佛在向他们的主人进行着永恒的跪拜。由于严重的腐蚀，棺木和尸骨都已经与淤泥混杂在一起，但通过清理出来的头骨和牙齿，现场的考古和人类学队员们很快就做出了判断，这6口棺材里躺着的都是年纪不超过18岁的年轻少女。6个年轻女孩为什么会葬在这里？她们都是什么人呢？从她们身上佩戴的首饰来看，都是一些精致的发簪、耳环等，款式基本相同，推测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宫女或侍女。他们的头骨下面还发现了金珠和玛瑙，
这是古代入葬时含在口中的陪葬品。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6个年轻女子是殉葬者。在明代早期，朱元璋恢复了春秋时期的人殉制度。皇帝或藩王死后，那些没有生育子嗣的妃嫔、宫女都要被强制殉葬。这6个年轻的生命就是这种野蛮制度的牺牲品。想象一下，这6个花一样的年轻少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是多么绝望和恐惧。她们的哭声应该响彻了整个王府，但没有人能救得了她们。清理完耳室，考古队把注意力转向了后室。后室是整座墓的核心，东西宽6米，南北深 5.6 米，面积34平方米。墓主人和王妃的棺椁就放置在这里的中央位置。当考古队清理到后室的主棺床时，幸存下来的随葬品还是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那份在黑暗和淤泥中闪耀的奢华，足以震惊世界。整个发掘过程中，墓葬共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瓷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400余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多达100多件。就在后室棺床的正前方，考古人员发现了2件器物。当灯光打过去，拂去上面的尘土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是一种摄人心魄的蓝色，深邃又艳丽，仿佛将整个星空都融入了其中。这是2件梅瓶，也就是古人说的魂瓶，用来安放逝者灵魂的容器。一件是龙纹梅瓶，瓶身白又温润，青花绘制的巨龙腾云驾雾，气势磅礴，彰显着墓主人至高无上的皇家身份。而另一件就是那件足以让世界为之侧目的绝世国宝，一对元青花4爱图梅瓶。但凡对瓷器有点了解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元青花这3个字意味着什么。它画风豪放，层次繁多，存世量极其稀少，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2005年，一件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在伦敦拍出了折合人民币2.3个亿的天价，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珍贵了。而眼前的这件4爱图梅瓶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它的瓶肩部装饰着凤穿牡丹的纹样，瓶身主体则用4个菱形开窗，分别绘制了4幅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故事。它们分别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席地而坐，痴迷地看着兰花，是为王羲之爱兰；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悠然自得地欣赏着菊花，是为陶渊明爱菊；宋代大儒周敦颐独爱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为周茂书爱莲；还有隐居西湖的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是为林和靖爱梅鹤。这4幅图不仅仅是精美的绘画，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与精神追求的最高象征。它们被完美地呈现在一件瓷器上，工艺之精湛，寓意之深远，令人叹为观止。这件梅瓶如今已是湖北省博物馆的4大镇馆之宝之一，被业界公认为梅瓶的标准器。与它配对的是属于颖靖王的元青花龙纹梅瓶，瓶身一条5爪巨龙威猛地盘旋于祥云之间，气势磅礴，彰显着至高无上的皇家气派，同样是元青花中难得一见的珍品。专家推测，这对旷世奇珍极有可能是当年明成祖朱棣在颖靖王朱洞大婚时御赐的礼物。元朝的青花瓷在明朝初年就已是不可多得的前朝古董，把如此贵重的元代遗珍作为随葬品，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之高，以及明初皇室难以想象的奢华。除了精致的瓷器，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同样让我们窥见了明代皇家的奢华。在王妃的棺椁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精美绝伦的金首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件金凤簪。簪子的头部是一只用纯金打造的凤凰，昂首翘尾，羽翼舒展，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云霄。凤凰的下方是祥云托底，整个造型立体生动，华贵大气。这种金簪通常是插在皇后、王妃的凤冠上，用来固定冠身的。
金眼鬓更是巧夺天工，他的簪首是用比头发丝还细的金丝盘绕出祥云的形状，祥云之上是一条蜿蜒飞舞的五爪金龙。专家说，这种将黄金拉成如此细丝再进行编织的工艺完全由手工完成，如今早已失传。看完了王妃的珠宝，我们再来看看王爷的个人品味。在后室东侧的壁龛里，考古队发现了几件王爷生前钟爱的雅玩。一件是水晶山子，它是由一整块天然水晶随形雕琢而成，造型像一座起伏的山峦，又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鸟，专家推测它是一个笔架。另一件是玛瑙瑞兽，质地莹润，色彩丰富，雕刻成龙生九子之一的朝风形象，寓意着震慑妖魔，清除灾祸，可以当作镇纸使用。除此之外，壁龛内还发现了两方名贵的砚台，端砚和设砚。笔架、镇纸、明砚，这些都是文人书房中的必备之物。他们无声地告诉我们，这位长眠于此的王爷生前应该是一位热爱读书、崇尚文化的儒雅之王。但在清理棺床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两个魂瓶之间有一堆砖瓦磨成的粉末，这是古代工匠用来修补墙面裂缝的材料。这说明在王爷王妃下葬之后，墓室的修补工作还在进行，可为什么这些没用完的材料会留在这里呢？一个大胆的假说被提了出来，可能是在修建和安葬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地震，工匠们正在修补裂缝，突然发生了余震，吓得他们夺路而逃，连工具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匆封闭了墓门。地震的假说似乎能解释墓中种种奇怪的现象，但它能解释所有的谜团吗？一个如此有文化、有品位的王爷，为什么会用6个年轻女孩为自己殉葬？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整个事件显得更加诡异和矛盾。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源头，去看看那块从一开始就充满谜团的墓志铭到底写了什么。当那块在研究所里被小心翼翼打开的墓志铭终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时，一段尘封了600年的皇家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墓志铭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王惠栋，太祖高皇帝第24子也。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4个儿子朱栋。这里有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朱栋实际上是朱元璋的第24个儿子，但在一些史书中却被称为第23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朱元璋的第7个儿子齐王朱富因为图谋不轨，在永乐4年被废为庶民，从皇子序列中除名。所以从那时起，朱栋就从第24子变成了第23子。接着讲我们的主人公朱栋，他生于洪武21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3岁时就被册封为颍。永乐6年，20岁的朱栋正式来到他的封地安陆州就藩。他还是个雅王，平日里尊亲厚友，十分孝顺，曾因思念母亲惠妃刘氏，特地将自己的舅舅从京城接到封地，赐予田地房产，还时常带下属去探望，颇有孝子仁人之风。他的王妃郭氏同样出身显赫，他的父亲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营国威襄公郭英。郭氏的家族可谓是满门荣耀，皇恩浩荡。他的祖父郭山甫是个相面大师，曾预言朱元璋贵不可言。他的姑姑是朱元璋的宁妃，他的哥哥娶了公主，他自己和姐姐都嫁给了亲王，他的侄女后来还成了仁宗皇帝的贵妃。根据墓志铭和《兴都志》等史料的记载，颍王朱栋和郭妃的感情非常好。然而天不甲年，永乐12年，年仅27岁的颍靖王朱栋因病去世，他没有留下儿子，只有4个年幼的女儿，这意味着他这一脉的封王传承就此终结。明成祖朱棣听到消息后痛不欲生，为这个弟弟停止上朝15天，并赐谥号靖，史称颍靖王。在颍靖王去世后，王妃郭氏悲痛欲绝，在丈夫去世后每天以泪洗面，
对身边的人说：“贤王舍我而去，我如今守寡又没有儿子，还能依靠谁呢？”她觉得活着没了意思。于是，在丈夫去世1个多月后，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她穿上最华丽的衣服，对着镜子亲手画下了自己的容貌，然后把画像交给工人，说：“等我的女儿们长大了，让他们看看母亲的样子。”做完这一切后，她便自尽了，追随丈夫而去。朝廷听说此事后，被这位王妃的深情所感动，给了她很厚的序典。后来，郭氏与颖靖王合葬在保和山，也就是现在考古发掘的这座墓。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出身高贵、深爱丈夫的王妃，在丈夫死后了无生趣，以身殉情。这简直就是古代爱情的典范，足以写进任何一本爱情传奇。然而，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从冰冷的器物和看似完美的记载中，发现那些被刻意掩盖的蛛丝马迹。当考古学家们深入研究后，他们发现这个爱情故事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这才是整个颖靖王墓最核心也最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郭氏王妃真的是心甘情愿自杀的吗？还是说她根本没得选，是被逼着去死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在明朝初期被复活的极其野蛮残忍的制度——人殉，也叫活人殉葬。这个陋习最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从汉朝到元朝，这种制度基本上被废止了。可谁能想到，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的朱元璋，竟然又把这个恶魔从地狱里给请了回来。朱元璋自己死的时候，就有多达46名妃嫔、宫女为他殉葬，他的儿子们也都有样学样。明成祖朱棣死时，有30多人殉葬；明仁宗死时，有6名妃嫔殉葬；明宣宗死时，有10名宫女殉葬。这种惨无人道的制度，一直到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临死前才下遗诏废除。而颖靖王朱栋恰恰就死在明初这个人殉制度最盛行的时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郭氏王妃，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和墓志铭里反复强调的寡而无子。在当时的皇家，一个没有子嗣的妃子，尤其是没有嫡子的王妃，地位是非常尴尬和危险的。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皇帝或王爷死后，没有生育子嗣的妃嫔通常都得去殉葬。郭氏虽然生了4个女儿，但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女儿是不能继承王位的，所以她依然被视为无后。她的命运从她没能生下儿子的那一刻起，或许就已经注定了。如果说王妃郭氏的死还被历史用谎言粉饰了一番，那么死在耳室里的那6个年轻宫女，则连被提及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是谁？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历史没有记载，也不会有人关心。颖靖王墓中那6具年轻女子的遗骸，是明代早期人殉制度最直接、最残酷的见证。这6个女孩子年龄都不超过18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她们生前是颖靖王的宫女，负责照顾王爷的日常起居。在颖靖王生病期间，可能就是她们日夜不眠地在床前伺候。但是当颖靖王一死，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明代的人殉过程极其残忍。史书记载，当新皇帝决定了殉葬名单后，宫内的人首先要向这些殉葬者道贺，多么黑色的幽默。接着，这些女子要梳妆打扮，参加一次告别宴席。宴席结束后，她们被引入专门的殉葬大殿。在殉葬大殿里，宦官们会强迫这些女子踩在小木床上，脖子伸进从房梁垂下来的绳套，然后宦官们撤掉小木床，这些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凋谢了。他们的哭声会响彻整个殿堂，但没有人能救他们。颖靖王墓中的这6个女孩子就是这样死去的。她们的遗骸静静地躺在东西耳室里，600多年来无人知晓她们的姓名，无人记得她们生前的音容笑貌。她们只是这个残酷制度下的6个数字，6个牺牲品。
更让人心痛的是，从他们身上的首饰可以看出，他们在生前是受到一定优待的。金簪、银簪、金耳环，这些都不是一般宫女能够拥有的。也许颖靖王对他们还不错，也许他们对这位年轻的王爷还有一些感情，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们被迫殉葬的命运。在他们的头骨下面，考古队发现了金珠和玛瑙，这是古代入葬时含在口中的陪葬品，寓意死后能够在阴间继续富贵。但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这些珠宝更像是对她们悲惨命运的嘲讽。值得庆幸的是，这种野蛮的人殉制度并没有延续太久。因464年，明英宗朱祁镇临终前特地召见太子，留下遗诏：用人殉葬，无不仁也。此事宜自我旨，后事勿复为。大臣李贤等人看到这份遗诏后，感动得流泪，说：禁止殉葬，真是圣德之事，功德可传千古。从此以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人殉现象。明史对明英宗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制度的废除，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遗憾的是，颖靖王墓中的那6个女孩子，还有王妃郭氏，都没有等到这个时代的到来。她们成为了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一个野蛮制度的存在。一座宏伟的地下王陵就这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荣耀、艺术、政治、爱情与死亡的复杂故事。它让我们看到了大明王朝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那巧夺天工的元青花，那极尽奢华的金玉器，都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富庶与强大。但同时，它也撕开了文明的华丽外衣，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面。郭氏王妃是自愿还是被迫，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那6个殉葬的少女，她们的骸骨却是对人殉制度最直接、最有力的控诉。下一次，当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凝视着那些来自颖靖王墓的精美文物时，希望大家不仅能看到它们的美，更能透过这些冰冷的器物去感受背后那段复杂的历史，去纪念那些被无情剥夺了生命的他们。好了，今天眼见古今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看法，或者还知道哪些关于古墓的奇闻异事，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个故事再见。